你知道在家打针就可以瘦吗？你听过瘦瘦针这个风靡欧美的减重神药吗？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市面上讨论度最高的瘦瘦针，到底它的魔力在哪里？还有它真的有那么神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财讯小学堂，我是艾琳。财讯小学堂是分享趋势新知以及理财基础知识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并分享我们的节目。当然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太棒了，也欢迎直接留言抖内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。这期节目会先从什么是瘦瘦针开始讲起，让大家了解它爆红的前因后果，接着再跟大家解说两强争霸减肥药的战局，这两家企业到底厉害在哪里？最后聊一聊我们如何看待瘦瘦针对投资市场的影响。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。到底什么是瘦瘦针？为什么瘦瘦针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？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人体的消化系统。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肠胃会分泌一种叫做升糖素类似生态的荷尔蒙成分，很绕口真的。其实它有个代号啦，叫做 GLP-1， 它会刺激细胞分泌胰岛素，或者是减少升糖素的分泌呢，借由这样的机制来调节血糖。这种荷尔蒙呢，讲白话，它就是能够延长食物在胃里消化的时间，同时也影响我们的大脑下视丘，让我们产生饱足感。那我想你应该猜到了，瘦瘦针的原理就是在皮下脂肪层里面呢，注射一种类似 GLP-1 的物质，它比我们人体自然分泌的 GLP-1 会维持更长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会让我们的饱足感持续的更久，这样一来就可以降低我们想吃东西的欲望。而根据临床实验的结果呢，如果是以2023年11月最新取得美国 FDA 减肥药证，也就是礼来这家公司的瘦瘦针为例好了，其中一群施打最大剂量的测试者，他在72周之后平均体重可以降低18%。不过在一开始，这种类似 GLP-1 的药物呢，它是用来作为糖尿病的治疗药物，只是后来研究发现 GLP-1 对于控制体重也是有效的，才会让它瞬间风靡欧美，就连马斯克都在推特赞侠。而我们台湾呢，食药署也核准了一支名字叫做善千达的药品，就是刚刚说的类似 GLP-1 的药物，可以用来控制体重。只不过在台湾上市的这个是前一代的产品，它必须每日施打。美国最新的产品现在可是只要1个礼拜注射1次就可以了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会想要马上冲出去买瘦瘦针？不要急，目前瘦瘦针呢，它其实还是属于医师处方用药，你在一般通路想买也买不到，只有经过医师评估还有专业的诊断之后才能够使用啦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在抢购瘦瘦针，那么到底是谁在研发，或者说是谁在卖啊？那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。主要呢有2家厂商在减重这个领域竞争，分别是欧洲的诺和诺德，还有美国的礼来，这2家公司。其实他们都是百年企业，但是诺和诺德呢，它是比较专注于慢性病的治疗，尤其是糖尿病。而礼来呢，它则是世界第一个推动胰岛素商业化的药厂，还有一支明星药叫做百忧解。根据诺和诺德的官网资料，现在肥胖的盛行率已经比1975年的时候增加了2倍。全球总共有 9.88 亿人和肥胖共存。另外呢，摩根士丹利它也估计，全球的减肥药的市场可能会从先前1年大概数十亿美元，在2030年的时候就会到770亿美元。不仅如此，摩根大通它也预测 GLP-1 的药物呢，它会成为最畅销的药物，在2030年的时候，年销售额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。之前在2014年的时候，诺和诺德它在美国呢就取得了 GLP-1 的减重药证，可以说是抢先一步。不过华尔街却认为礼来才会是接下来减肥药的王者。怎么说呢？原因就在于第一款 GLP-1 的糖尿病药物，其实是礼来它在2005年的时候就在美国上市了，比诺和诺德更早。而礼来刚刚取得美国药证的减肥药，在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比诺和诺德来得要好。
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竞争，因为这一波的减重热潮，2023年礼来的股价呢就已经大涨了60%，一举冲上全球市值前10大的公司。诺和诺德呢也上涨了将近50%，也成为欧洲市值最大的公司。不过这种疯狂的现象也让国外分析师开始担心，减肥的题材将来可能会走向泡沫化了。不会吧，我都还没上车就要泡沫化了吗？其实也不用担心，目前这2家公司的业绩呢，其实都还在成长当中，甚至于今年诺和诺德它已经3次上修财报预测，可见这股热潮应该是还没有退烧的迹象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未来大家都变瘦了，那是不是皆大欢喜呢？ No No No， 在诺和诺德宣布提前结束一项 GLP-1 药物针对肾脏病的临床试验之后，市场认为代表新药成功的几率是很高，所以才会提前结束。结果隔天，德国知名的洗肾设备厂股价就暴跌了17%，因为大家都想说，这样以后洗肾的病人就变少啦。再来，当肥胖的比例下降之后呢，相关的疾病治疗都会跟着减少，像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。可想而知，呼吸治疗机大厂 ResMed， 它2023年第3季公司的股价就下跌了32%，创下24年来单季最大的跌幅。还有哦，美国零售业的龙头 Walmart， 他们的高层也很担心，万一减重药物太成功了，那大家以后都不爱吃了，人们要花在食物上的钱是不是也要跟着减少啦？以上种种呢，其实都是瘦瘦针它对市场会带来的冲击。不过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，当人们都瘦了以后，小尺码的衣服会变得更畅销，所以像是 Lululemon 之类的运动服饰啦，反而获利可能会增加。那我们台湾有公司搭上这股减重的风潮吗？当然有啊，台湾也有一些生技公司呢，它因为有搭上药物销售或者是临床试验的议题，上半年的股价呢也都有所表现。但是跟瘦瘦针的直接关联性呢，其实是比较低的，下半年就又回归平静了。所以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投资企业或是公司，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，不要在那边笑说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面。另外呢，瘦瘦针虽然爆红，但是医界呢还是呼吁，这个药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善健康而减肥，不可以为了要保持苗条而滥用，而且还需要持续的观察是否有长期的副作用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财讯小学堂，希望你在听完之后，不仅可以知道瘦瘦针让人变瘦的原理是什么，还能够了解2家龙头企业在减重领域的厮杀，以及它对投资市场带来的影响。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财团，可以点击资讯栏里的文章连结，里面有财讯详细的报道。对于今天的影片，如果有任何的想法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财讯小学堂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